一提到近几年的老迈啊，大家想到的大多都是 DC，但是其实老迈呢已经扩展了自己的很多选材领域啊。像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款呢，便是来自老迈的游戏线所推出的《战神：诸神黄昏》中的奎托斯。那么上手之后呢，真的感觉还是挺惊喜的，比老迈以往的那个水平呢，感觉还是有很大的提升。那么借着奎托斯这个角色呢，我们也看一看老迈如今的工艺有了怎样的变化。理解真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鲨鱼。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麦克法兰游戏线所推出的《战神：诸神黄昏》当中的奎托斯无甲版。战神系列自从进入北欧的篇章呢，从单纯的大场面刻画，也逐渐开始深入主角的内心。这也让我比起富有战甲的造型呢，更喜欢这个无甲版本的奎托斯。这个手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复仇者联盟3》中的灭霸。当一个作家呢，想要刻画笔下角色的更多的这个人性的时候啊，就会把他外面的这个层层的外壳和伪装给拿下来。那这次的奎托斯呢，也是一样的。首先看到产品的包装盒，那跟 DC 时期呢，这个包装盒是有了比较大的差距啊。主要是在颜色啊，这个有点像老迈的那个收藏家的字样，不过这里写的是一个游戏版。底部呢是这个作品的出处以及人物的名称，还有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符文的标志。那包括这种碎闪的工艺，看到背面呢，它还是游戏的一个主要的美术宣传图，包括侧面也是纸制品，还有这么一张老迈的这个传统异能的人物卡。不过这次呢，也是采用了一个美宣图加烫银工艺，整体看起来呢还是比较漂亮的。不过并不是这个人物本身这次玩具的造型。那背面呢有一些简单的介绍。看到主体整体的观感呢，感觉相较于以前 DC 线的产品有很大的提升，这个质感啊就明显还是要好上一些。整体的身形呢，我个人感觉虽然已经是充满肌肉了，但胳膊的维度呢可能还是稍微细了一些。我们奎爷毕竟是对吧，斯巴达啊，这个宙斯之子，这个身形呢还是要更加魁梧。观感上的提升呢，主要是集中于首先这个身形呢修的就没有以前那么大长腿了，整体的身形比例还是比较舒服。其次是涂装方面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该给的涂装都给了。拿出之前老迈所出品的收藏家系列的小丑呢，可以对比一下，发现这次奎爷他整体的这个造型质感啊，还有他的身形呢，看起来会比以前的人物要舒服一些。我感觉这也得益于奎爷本身比较壮的造型和他这个腰腹部的甲胄分割了一下身体的视觉效果。身体呢，因为没有消光的原因啊，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本身对于这个光膀子的造型呢，其实还好，就比如说你战斗的这个大汗淋漓嘛，对吧？但是毕竟这个北欧篇啊，通常都是这个冰天雪地的视觉效果，所以感觉这里呢还是用消光的质感会体现得更肃穆一些。头雕呢是本款产品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啊，真的就是一眼像的那种级别，这对于老迈来说真的还是挺惊喜的。不管是这个面部凝重的这个刻画呀，还是奎爷在这个后续作品中呢，逐渐有点老态龙钟的这个面部神情。包括这次你还可以看到啊，他在眼球的中间呢，还增加了类似于 Marvel Legends 那种高光的涂装啊，让整体的眼神看上去是十分有神的。这个胡子的下方呢，还有露出的一点小牙齿的刻画，那包括眼睛上的伤疤。眉毛和胡子的建模本身过渡呢就不错，那从棕色、黑色到整个这个白色的干扫呢，也有做出一定的效果。在小比例下有这样的效果，我真的已经可以说它是一颗好头了。不过呢，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脑袋上面的这个分膜线啊，以及头雕整体的质感呢，会更加写实一点，跟身体这个没有上消光呢，就产生了一丁点的色差。不过在我日常的把玩当中，正常距离观赏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明显。作为光头的角色，虽然没有头发，但是也很灵魂的勾勒出了光头最后脖颈处的这个肉皮的褶皱。奎爷的这个纹身呢，也从他的头一直跟他的身体呢有很不错的一个接续性啊，整体没有很大的这个断层感。肌肉的刻画呢，还是比较符合游戏中4-5部这个奎爷的这个状态啊，感觉呢不是那种分离度特别高，但是也是一个大块啊，只不过确实像我刚才说的，没上消光的，让它的质感看上去稍微有一些油腻。腹部和手臂这个角色标志性的疤痕呢，对应着他的以往经历，那也是上了一点红肿的涂装啊，给人的视觉效果在这个正常把玩下还是比较明显的。腰腹部啊，一看呢老迈就发力了，这各种皮饰品啊、金属钉扣啊，包括这个挂件啊，都有得到不错的涂装，而且在质感刻画上呢也是一丝不苟。甚至你可以看到啊，皮具的边缘那种绳索的锁边呢，也有着非常清晰的涂装啊，配合上本身的这个细节呢，真的是让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掀开裙甲呢，可以看到底下的裤子和这个靴子上都有老麦比较擅长的这种材质的刻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布纹的这个褶皱以及整体腿的这个线条，我感觉是非常舒适，关节切的也很舒服啊。这比起 DC 线很多筷子腿的产品是有太大的提升了。那在布条上呢，至少也上了干扫啊，来增加整体的层次。就像奎托斯角色本人一样。老麦呢还是那个老麦，你明显的感觉到在某些部分，比如说身体的消光部分，其实是有着可以精进的空间的。不过呢，就是差那么小小的一口气。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的是啊，整体的这个配置以及角色的身形都比以前的老麦呢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让人一眼看上去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至少呢，肯定算是一件上得了台面的产品。可动这方面呢，你就能明明白白感觉到啊，这确实是老麦的产品。抬头低头呢都没什么问题，就算有胡子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头部的可动空间还是比较灵活的。那胸腰部分呢，你可以说它是有弯腰的吧，不过这个幅度呢并不是很大，而且手感呢是比较受到阻碍的。后仰依旧是比较轻松啊，这是麦氏老方了。当然这个弯腰呢比起好多弯不了腰的还是好不少啊，你配合这个扭转呢还是能摆一定的姿势。胳膊呢也是比较轻松，包括这个长球关的尾蝴蝶关节，各方面平转啊曲肘啊都没有问题。腿部呢受限于它腰上的这个软胶件儿，虽然并不会很大的影响，但是本身呢就是一个软胶的东西，所以它的这个前踢啊平台啊幅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个腿的关节切的呢手感也是比较舒服，包括这个造型的一体性还不错。可以看到这个膝甲没有很大的穿帮，也就是老麦的正常发挥。这次的关节整体切的还是比较阳间的，那么可动幅度呢，我感觉是为这个造型的一体性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不过依然呢还是可以摆出一些战斗姿态的。配件呢，首先是一对握持手，这里我得表扬老麦啊，以后少给你那单边手型，这有一对不是挺好的吗？对吗？玩家想怎么摆呢就怎么摆，千万不要给单边手型啊，太难受了。武器呢主要是这么一把利维坦之斧，这个斧子呢本身的造型和涂装啊，如果你玩过老麦以前的产品，这个武器其实有很大的进步。首先是造型比较锐利啊，厚度呢也不会像一个那种儿童玩具一样特别的厚，材质呢也不会像老麦以前的产品一样，一遇到长柄武器就软趴趴，还是很结实的。不过整体呢缺少了游戏中宝石的涂装，当然了还附属了一个腰间的挂件，这个彩虹桥钥匙细节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个时候奎爷腰间挂的呢就应该是世界树护符，而不是这个彩虹桥钥匙了，这里可能是老麦根据设定做的这么一个配件吧。通过腰间的这个小挂钩呢直接挂上就可以了，让这个护符呢还是有那么点层次感的。主要的配件呢还是这么一把斧子，不过把该给的握拳手和这个握持手啊都给上这么一对之后呢，至少你可以做出一些战斗的姿态，并且这个裸臂的造型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处于那种没有什么防备的状态，聚焦于奎爷的内心戏，所以呢还是可以用爱包容的。这次的奎爷呀，也就能让我们看到老麦呢也是在进步的。这款产品在面胶的还原度、身形的比例以及整体的涂装和关节切割方面呢，我觉得都相较于以往的产品呢有很显著的提升。那么在身材和配件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不过在现在这个价位呢，这个表现已经是很有竞争力了。我真心希望以后老麦的游戏线呢可以发扬光大，推出更多游戏的产品，并且头雕呢也能保持这样的素质。OK， 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